美人口不到3.35亿，俄不到1.5亿，为何中国14亿人还担忧人口问题？我国人口足足有14亿，但是这几年我国为了人口增长还是费尽心思，先后开放2胎3胎，但效果始终达不到预期。再看看老邻居俄罗斯，人口不过1.5亿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只有3.35亿不到。不少国人发出疑问，我们国家的人口是他们的好几倍，为什么我们国家在人口方面这么焦虑呢？他们有没有为国内的人口现状发愁？其他国家人口现状。由于我们国家人口众多，所以很多人潜意识觉得一个国家就应该拥有众多的人口。事实上，全世界人口规模超过1亿的国家，也不过只有10几个。就在2024年1月份，越南总人口正式突破1亿，成为第15个人口破亿的国家。所以单从数目上来看，俄罗斯的1.5亿和美国的3.35亿虽然和我们相比不够看，但他们本身已经算得上人口大国。表面上来看，美国并没有因为国内的人口数目而产生焦虑心态，不像我们国家连续不断的出台刺激生育率的政策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国家性质不同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，人口组成非常复杂，直到现在每年还有源源不断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奔赴美国。根据今年2月份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公布的数据看，近3年来美国光是新增非法移民就达到720万。在这庞大的移民数字之下，美国根本就不需要为人口烦恼。什么时候国内人口少了，只要开放国门，立马就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补充进来。不过和美国不同的是，俄罗斯对于国内的人口也是比较忧虑的。一直以来，俄罗斯也为鼓励人们生育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。据10月15日的相关新闻，俄罗斯甚至已经有人提议要对无子女的人口增加税收。当然，这种提也引起了巨大争议。此前还有俄罗斯的议员提出要对怀孕的女大学生提供补助资金，生孩子给予大量补贴，生得越多补贴越多。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在多个场合催生。2024年2月15日，普京视察一家工厂的时候发表讲话，普京表示，要想民族兴盛，必须要多生孩子，每个家庭至少生2个，每个家庭生3个孩子才能实现国家繁荣，7个8个是优秀传统。不过联系到俄罗斯近几年严峻的国际环境，俄乌冲突也牺牲了不少俄罗斯年轻人，所以俄会为国内的人口焦虑也理所应当。反观我们中国，人口超过14亿，是曾经的全球第1人口大国，现如今的全球人口第2大国。国际环境整体和平，短时间内应该没有战争方面的压力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咱们人口太多，上学工作太卷。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为每年不高的出生率焦虑担忧呢？2. 为何我国如此焦虑人口问题？计划生育是从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，并在当年12月份被写入国家宪法。当时计划生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少生、晚生、优生。而在1982年当年，我国进行了第3次全国人口普查，统计出的数据是我国人口大约10亿。在人口10亿的时候，要提倡晚婚晚育、少生优生。现在14亿了，为什么反而开始鼓励生育呢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，国家所担心的并不是人口数量的问题，主要是指人口结构。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快步进入老龄化阶段，由于许多80后、90后都是独生子女，在往后老龄化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。延迟退休前段时间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，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也和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以后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，如果大规模的老人都早早退休，那么占比较少的年轻人负担就太重了。而且社会运行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，没有足够的新生人口补充，老年人们不得不承担起部分责任。我们国家民政部官网已经明确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人口老龄化会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，而人口老龄化情况不断加剧，随之而来会有很多的负面社会问题，
隔壁的日本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。日本 NHK 电视制作组出版过一本书，主要讲述了当下日本老龄化严重情况下老年人生活状况。里面记录的内容骇人听闻，有11例家中晚辈杀死老人的人间惨剧。大部分的情况是很多日本老年人在活到80、90甚至100岁之后，他们的儿女也已经步入老年，结果就出现了一群老年人照顾另外一群更年迈的人的现象。这些老年子女们本身体力、精力还有经济收入都在不断下滑，自己也到了养老的阶段，还要照顾身体状况更不好的长辈，长期的精神体力重压之下，让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遭遇严重折磨。还有一些老人担心自己在去世之后，长辈无人照料，会有更加悲惨的境遇，因此也会产生不如先把长辈杀死，然后再自杀的极端心理。日本这样的例子也会越来越多，就在今年7月份，日本又新发生了一起70多岁的老人杀死100多岁母亲的人间惨剧。据日方调查，已经70多岁的小峰女士实在无法伺候大小便不能自理的母亲，崩溃之下做出了这种举动。这类的悲剧在我国也已经开始显现，比如2023年5月份发生在我国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案件，60多岁的安先生抑郁症发作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，这种惨剧怎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？所以沉重的养老问题势必会成为人口老龄化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难题。等到将来我国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，没有足够的新生人口补上，恐怕也难以避免这类境遇。除了养老问题越发严峻之外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越来越少，社会发展速度便会放缓。老年人需要耗费更多的医疗资源，也是一个极大的社会负担。到时候养老金也是一个大问题，年轻人越少，交保险的人也就越少，经济压力可想而知。所以综上所述，我们并不是担心中国人少，而是担心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客观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3. 以后我们该怎么解决？前面所提到的延迟退休年龄，就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状况的手段之一。现在大家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，早早的从岗位上退休，其实不如继续留在岗位上发光发热。但延迟退休毕竟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所以还要想更多的办法来真正解决问题。首先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养老问题，老年人规模正在快速扩展，我们必须要扩大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。老年人需要有更多的场地娱乐、锻炼，还需要有大量的医疗保健场所为老年人提供基础的养老医疗服务，尤其是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，这方面建设非常薄弱。照顾老年人也需要更多专业性的人才，所以我们可以在高校职校设立越来越多的专业，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养老人才。问题就来了，即便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养老人才，也需要很多的年轻人。往后的社会里，我们越来越缺少年轻人才储备，照顾老人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，会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份事业也不得而知。不过随着这几年的发展，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新的终极方案人工智能的发展。这2年人工智能无疑是全球最热门的领域之一，全世界各大高校、企业、官方部门都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的研发中，其中家用机器人作为一个全人类都需要的种类，有着无限广阔的市场蓝海，自然有不少的企业致力于开发更好用的家用机器人。国内外众多公司高校都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进度。从目前的视频来看，现在的机器人的确还有些笨拙，但是科学技术的迭代是非常快速的。当然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担心成本问题，比如说一部机器人的价格普通人承担不起。其实这样的担心是有些多余的，以中国的生产能力，只要技术发展起来之后，价格被打下来是很容易的事。就像我们日常中使用的手机，往前倒退20年，谁能想象得到如今能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呢？还有无人机，一开始上市的时候的确只是少部分有钱人的玩具，但现在只要想买，大多数人都买得起中低配。
所以等到将来家用机器人、养老机器人发展细化的越来越好，那么养老问题就可以交由人工智能来解决，人工智能不会疲惫，不会厌烦，其实是最好的养老工具。甚至人工智能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，许多低端的生产资料任务也可以交由机器人来制作，人类从低端劳动中被解放出来，机器人生产足够多的生产资料，足以把人类包养起来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。当前我们国家的确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，所以为了人口而焦虑并不是什么怪事，但相信国家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科学技术可以改变世界。